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依林。首先歡迎今天到場嘉賓，第一位是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正苑老師。依林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以及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哥。主持人好，大家好。還有我們的時事評論員邱敏寬哥。依林好，大家好。好，在這個焦點，我們要帶大家來討論，現在呢，中日關係不但沒有緩和，而且幾乎是全面炸鍋了。就是因為高市早苗一句台灣有事的這一番言論，引爆了北京震怒。我們要來看到呢，現在學者點出來，因為說其實呢，高市早苗他這一句話就是直接踩到了北京的4道最高的等級的紅線。我們來看到，包含了是主權紅線，認為他講的這些話呢，暗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還有民族記憶紅線，因為挑動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歷史傷痕，還有政治尊嚴紅線。明明才在釜山跟習近平承諾說，會穩定關係，但是怎麼回國之後就背刺挑釁？還有包含了國際化紅線，企圖要把台灣的問題推向國際戰場。所以呢，北京現在反應也是非常的激烈。你可以看到，北京馬上就祭出了4把利劍，包含了旅遊禁令。日本的經濟產業省就評估說，如果中國的遊客減半的話，那他們 GDP 至少是會下滑0.3%，影響47萬人他們的就業哦。還有包含稀土管制，因為日本的這個高科技產業呢，非常依賴中國的稀土，尤其是您看到了像是迪特，這幾乎呢都是從中國來進口。還有產業鏈的脫鈎，加速了對日本產業的國產的替代，以及包含實戰化軍演、擴大海空訓演範圍，而且提高頻率，對日本的自衛隊射入台海的行為，也畫出了這個明確的紅線。那還包括有一個熱騰騰的消息，是在我們錄影之前宣布的，因為中國直接通知日本說停止進口日本所出口的這些水產品。那現在大家就在想說，是不是接下來壓力會越來越大？所以日本有藝人也接連表態了，像是歌手美伊里亞，還有演員呢石野浩二，他们直接在微博上公開表態，說永遠支持一個中國。好，想請教苑老師了，您來看高市他踩到的紅線到底有多嚴重？還有說這幾把利劍，哪一件對日本來說最致命？非常非常嚴重啊！這個裡面講的這個4個紅線都是跟台灣有關的。主權紅線，他講的台灣有事，學安倍晉三講哈，日本就有事。我覺得日本就應該有傷勢啊！歷史來講的話呢，歷史仇恨啊，因為大家都會強調14年的抗日啊，台灣從1895年開始啊，對不對？我們的抗日的話呢，你要加多少年啊？對不對？要加上就進去啊。然後這個政治上的紅線，大家不要忘了。就是在這個在韓國的時候 ，APEC 會議當中，這個高市早苗跟這個習近平主席還見面了30分鐘啊，對不對？這個就是一個好的開始。高市早苗回頭就見了林信義啊，還稱之為執政的啊，對不對？啊，那麼這個對於這個大陸來講的話呢，就非常生氣啊，那就要把這個台灣問題國際化，因為這高市早苗講的這種事情的話，也只是很委婉的把所有日本的心裡的想法整個說出來。但是日本本身就是日本跟中國就是2個不同的國家，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我必須坦白講啊，你剛剛問到的問題就是說旅遊禁令的話呢，說句良心話，日本人的話呢很倔強。日本人到目前為止的消息啊，不但是拒不道歉，也不要把話收回來，甚至說高市早苗12月份的時候要參訪靖國神社，到裡面的話披麻戴孝，哭得死去活來，你就是要做給你中國人看。所以說我可以這樣講啊，第一件事非常重要，這一切都是有預謀的啊。高市早苗的情況也有預謀，日本的政客也有預謀，那中國的這個政府單位當中的反應啊，那中國的預謀我可以這樣子講哈，就是說在11月7號那一天第一時間內。就外交部、國防部再加上國台辦，同時集體反應，用到最激烈的文字。最後第2天的晚上凌晨1點半，召見那個日本駐華大使，就叫做奉弒，表示什麼呢？表示從上到下。這個奉弒這裡用的詞語，外交詞語大家都沒有注意到，這裡面非常嚴重。那另外的話呢，我自己的話呢，這個我非常了解大陸人的心情啊，因為我自己也是算大陸人嘛。所以說，大陸的整個民情輿論都非常激動。像你剛剛問到我說旅遊啊、稀土啊、產業鏈脫鈎啊，包含禁買財產品呢，我覺得這不是重點，這都不會是重點。實戰化軍演是重點。我可以講，這個預期上來講，我覺得高市早苗這個媽媽桑講出來的話，真的把台灣害到了。因為台灣人幾乎所有人認為這個仗打不起來。
啊，這個仗絕對打不起來。為什麼？就是會覺得說，你只要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台灣人有這個彈性，但是日本人很傻，日本人沒有這個彈性。高市早苗做了一個違背的事情。這個現在實戰化的軍演的話呢，裡面配合這個實戰化軍演，不是只有在黃海實戰演習的實戰演習這個3天而已。對實戰化軍演的話呢，我不曉得你有沒有注意到，大概大家都沒有覺得消息，整個圍台的這個大陸出動的戰鬥機60幾架次。啊，就這幾天幾乎都是這樣子。然後這裡面的話呢，出現了一個最嚴重的一個情況，就是俄國啦、韓國啦、朝鮮啦，啊，整個東北亞地區沿着日本當中都環繞的開始表達有一種都談到軍事上的問題。啊，這個詳細的情況等一下可能會有人再談到，我不願多說。但是我會大家想一想，你認為這些都是偶然嗎？為什麼韓國、朝鮮、俄羅斯怎麼突然之間都對日本表達強硬呢？那這些的話呢，難道不是預謀嗎？啊，雖然我沒什麼證據，但是我們必須要從這個角度來想。所以我覺得說，這一次發生戰爭的可能性非常大。好，謝謝岳老師精彩的點評。我們就要來看到剛剛說到的這4把利劍，因為大家在說，這真的是非常精準的扎在日本的命門上。怎麼說呢？其中尤其是稀土的部分，因為日本自認為說現在已經降低了對於中國的依賴，但我們從圖卡上您可以看到，事實的情況就是還是有60%就是靠中國。尤其現在呢，全球的稀土加工能力呢，90%就是掌握在中国的手上。以及包括了全球70%的稀土產能在中國。好，那回顧2010年的釣魚台爭議，當時呢，日本的汽車、科技這些產業是完全慌了手腳，尤其當時稀土的價格是一年之內就飆漲了10倍。所以現在很簡單的來說，就是現在如果是稀土一斷的話，大家在說那日本的汽車、半導體還有軍工業可能是全面被壟斷了。好，我們要請銘寬哥來看了，因為德國前陣子他們被迫要停產嘛，是，那就連川普這麼倔強的川普都不得不低頭。好，那現在日本，就您來看，他有辦法可以承受嗎？稀土的話，日本當然是沒有辦法承受，但是我們這個議題要從高一點的地方來看這個大議題哦。剛才老師有說有可能會走向戰爭的一個邊緣，我個人比較樂觀。為什麼我個人比較樂觀呢？我認為現在中國跟日本是把這場戲的張力全部張到最大，但其實雙方都非常的克制。那我們一則一則來談哦。其實，在過去這段時間，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哦，日本一直有所謂的首相荒。什麼叫首相荒呢？日本的首相只要聽美國的話，他一般能做的比較久，除非像安倍中間遭遇到了不好的事情。那中間呢，你只要向中國去傾斜的話，很奇怪哦，那個首相待不久哦。所以後面呢，各位可以發現哦，後面的話首相就常常換。所以呢，很多人就說日本的首相像什麼呢？像走馬燈啊。那走馬燈後面等到了高市早苗，高市早苗也是花了9牛2虎之力才上了日本首相。為什麼呢？因為自民黨跟公民黨中間還決裂完之後，後面好不容易就經過了一番波折完之後，可是高市早苗目前在日本的民調高達70%哦。為什麼呢？因為大家看到的一件事情是川普緊緊握着他的手，感覺是爸爸握着女兒，然後呢，突然間從西裝裡面拿出一張你要什麼告訴我，我通通會為你滿足，這個叫空白支票。但是我們回頭來談到後面的架構就是雙方把戲演足，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哦，日本的外務省趕快去跟中國的外交部來洽談的當中，這個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畫面，中方也得到了該有的一個回應。然後美國還說哦，他們會從延國的基地撤回了提豐系統，所以雙方其實是在降溫的。但我們談論到稀土這個就有趣了哈。全世界的稀土呢，它非常的重要。可是稀土呢，它有一個很大的麻煩，是在過去稀土是什麼呢？是吃力又不討好，價格不高。從礦源沿路到濕式的提煉，一直到乾式的提煉，有很多不同的一個方法。可是很多人不曉得，缺了稀土，醫療不能動，汽車不能動，電子不能動，太空不能動，通訊都不能動。我就不講細節。各位還記得嗎？單在今年，歐洲4大品牌，他們說沒辦法做車了，為什麼呢？因為稀土當中有一個叫做永磁磁鐵。永磁磁鐵它做的叫做永磁馬達，它具有很高的一個磁鏈性哦。後面日本的 Suzuki 也出來投降，我們也做不了車了，我們也沒辦法做。各位，這單是汽車。所以後面呢，我們去談論到川普的一個關稅，我個人對於川普我是看不懂啦。川普的關稅很多時候他是舉着正義的一個大旗，但很多時候是你內容到底要講什麼？各位還記得嗎？後面當整個美中握手對於稀土的議題談完之後，突然間墨西哥跟巴西懵了啊！天哪！中國的關稅比我們還便宜耶，
中國的關稅比墨西哥跟巴西還便宜耶。但我們可以確定一件事情哦，中國這次在關稅的談判上，他們是處於被動的一個角色。但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發現，他們每次在關鍵的時間點，常常可以取得重大的勝利。所以我們只能說，稀土這個戰役可能未來在20年、30年當中會持續的演進。但目前從礦源到提煉到最後的一個終端產品來說的話，中國具有優勢。美國、歐洲一直說，我們現在要趕快來，要加油，我們要買礦產，我們要建工廠。其實這是需要20-30年的一個功夫。最近美國剛剛去跟非洲提了所謂的礦源保障，但是呢，他們非洲人說，中國已經先來了，現在新的貨還是要先給中國，後面有多的新開採的再給美國。所以這次中國在稀土這個領域當中的話，可以說是打蛇打七寸，打的整個美國跟歐洲跟先進工業國打的是哇哇叫啊。是好，除了從經濟上來看，其實在外交層面，大家也在分析說，拿日中2位領導人的外交層級高度來看，因為分析認為說蠻諷刺的，日本呢是背信忘義，說背後對中國下毒手，但是北京方面呢，對大國的外交當中反而是展現了這個成熟度，因為像是中國就信守跟川普的承諾嘛，履行了釜山協議，用這個高價買下了14船的美國大豆。那現在大家在關注說，好，中日關係鬧得這麼緊張，那美國的態度到底是什麼？美國現在悄悄的把這個延國基地部署的提豐飛彈撤了回去，而且川普面對鏡頭的時候，他直接說，其實美國很多的盟友不是朋友。外界就在看說，北京現在是很守信，但是日本反反复复。那大家也觀察說，美國現在對日本的態度是不是比較冷淡？是不願意幫日本來善後嗎？還是在跟日本做切割？幹哥都已經弄到全球頭條了。川普，你倒是講話啊，對不對？我們日本現在被國際圍攻了，怎麼辦呢？老大哥幫幫忙，不幫為什麼？當然不幫，為什麼？我們才剛剛，敏寬剛剛講的稀土才剛剛講好，現在又有一樣剛講好了。我跟你講，14艘船已經開始往中國開動了。為什麼？總共載了84萬噸的大豆。哎呀，我跟你講，其實川普晚上睡覺的時候，他一定會想說，終於賣出去了，終於賣出去了，船終於開出去了，我可以被農民少罵一點。等一下，沒有這樣而已，後面還要再買1200萬公噸。大陸外交部已經承諾，到12月底，我會再買1200萬公噸，當然沒有像以前那麼多。通常每年到現在，中國已經買了這個美國大豆3000萬公噸了嘛，可是今年大概只有2000萬公噸左右啦。那這一批14艘船已經出去了，從墨西哥灣開出去了。川普心裡在拍拍手鼓掌，所以高市你搞這個大麻煩，現在叫我怎麼在言語上面去幫你忙，很難吶，你知道，因為你會掂量嘛，外交辭令都是這樣，看對方的反應，你決定怎麼說，你硬一點，我軟一點啊，我硬的時候你就必須要軟一點。那你現在從頭到尾你看今天早上那個畫面，你看那個劉勁松，中國外交部那個亞洲司長劉勁松去看金井正章特別跑去看他，兩手插在口袋裡面，你講你的啊，我聽我的啊，然後一臉不屑，也沒有太多的反應啊，然後但是記者問他，他還會講嗎？請問一下，你們會面的結果怎麼樣啊？很嚴肅啊，很嚴肅就說明了一切嘛，也沒有說我罵他啊，他也沒有哭着跟我求什麼，那你就可從這畫面裡面就可以看得出來，中國的態度是很一致的啊，從薛艦到劉勁松，甚至到環球時報啊，他們講的話都是一致的。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意志是一致的。所以高市早苗你沒有什麼選項，但是金井正章也講了，很難收回，不可能道歉，不可能道歉，那會怎麼樣啊？那是不是要再事態繼續惡化下去？我們現在看這個情況哈，說句實在話，我覺得還是最後由美國來出面還價，辦一個什麼會議之類的才有可能，不然的話，我跟你講，這件事情我怎麼看都看不出來，因為以日本的態度而言的話，他是不可能收回他講出去的話。是。那可是這個不是只有中國現在對他這麼有意見，而是周邊國家開始都有意見了。那在這種情況之下，高市，我覺得他的首相之路比我想象的還要短命。是，好，這中日緊張關係到底該怎麼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
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